最近呢，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一个啃老方式啊，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已经中招了，真的是比你问你伸手要钱呢还要过分的多。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有所察觉啊。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呢，养儿防老呢一直是大家内心呢最朴实的一个观念。父母呢含辛茹苦、掏心掏肺的把自己的子女呢抚养成人、抚养长大，本想着等到自己的儿女成家之后呢，自己也是退休了，终于呢可以安享晚年呢，做点自己年轻的时候呢想做却没有做的一个事情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啊，这还远远的真的是没有到头啊！你退休之后真的是没有到头，一些不争气的一个子女呢，别说让他孝敬父母呢，就是连自己的一个小日子呢都是过不明白的，隔三差五呢都要跑来问自己的父母要钱啊。今天呢我要去买车，明天呢我要去买一个大金链子，让自己的父母呢给自己拿几万块钱，明天又是要给孩子报个辅导班，找自己的父母呢先帮忙垫一垫，反正呢就是左一掏右一掏，能占到便宜呢真的是一点都不马虎啊。整整呢把老人的这个退休金呢给掏没了。如果说仅仅只是这个伸手问你要那点钱的话，那这个老人呢还真的算是幸运的。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啃老呢，他不仅是这个要钱啊，还有的一些年轻人甚至呢连这个老人呢都是不放过的。这种事呢最近就发生在我楼下这个刘阿姨的一个身上啊。刘阿姨的老伴呢生病走得比较早，只有刘阿姨一个人，所以说呢一直是一个人在家里面生活嘛。刚开始的时候呢，虽然说有点孤单一些，没有人什么人说话嘛，但是每天呢刘阿姨可以出去跳跳这个广场舞，发这个短视频，一个人呢也算过得清闲自在啊。平时有空的时候呢也经常来到我家里面跟我妈呢聊聊天唠唠嗑什么的。但是最近呢好像就是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她了，我妈也是非常担心啊，她一个人住在楼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呢就下去敲门，真的是敲了半天也没有人答应啊。于是呢我妈就赶紧打了个电话，然后问了问刘阿姨到底是什么情况。电话那边呢刚一接通，这个刘阿姨呢就在电话里面开始大哭了起来，开始跟我妈哭诉啊。她说呢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刘阿姨呢就有一个儿子啊，在这个左邻右舍的这个眼里面啊，她的儿子真的是非常有出息。原来上学的时候呢学习就一直非常的好嘛，后来考大学就考到了上海那边的一个985大学，毕业之后呢在上海那边也是买了房子定居了下来。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啊，刘阿姨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凑这个首付，把自己另外一套房子也是给卖了。本来心里想着呢就这么一个儿子嘛，最后自己养老肯定还是要靠自己的儿子，对不对？结果呢后面就是这个儿子呢说要把他接到上海去那边去养老，说他一个人呢在这个老家这边不放心。但是呢接过去之后呢，不仅呢这个刘阿姨没有享到什么福，这个儿子儿媳妇呢还把家里面所有家务呢全部都交给了他啊，连这个小孩呢上学，包括小孩日常的一个照料全部都丢给他，然后包括每天早上晚上接送什么的。每天早上这个刘阿姨很早就起来弄这个早饭，弄完之后呢这个小两口吃完之后呢还没来得及收拾，就要弄这个小孙子啊，给他洗漱了，伺候小孙子洗漱完之后呢，吃完早餐就要赶紧把这个小孙子呢送到这个幼儿园去。回来之后呢，路上难得是清静一会儿，还要去这个菜市场买各种各样的菜，买肉什么的。中午呢在家里面好歹对付一口，下午呢又开始这种洗各种各样的衣服，洗床单，打扫卫生，做家务什么的。弄完之后又开始急哄哄的去接这个孙子放学，然后呢回到家就赶紧呢要做一家人的一个晚饭。晚上呢一家人吃完之后呢又是一顿收拾啊。你说小两口呢平时工作日工作忙就算了，到了周末之后呢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吃完之后呢甚至那个两个碗筷呢都懒得收拾，懒得帮刘阿姨弄一下。更可气的是啊，就从刘阿姨刚过去的时候呢，儿子呢答应说的是每个月呢跟这个刘阿姨300块钱的一个生活费嘛，让她买菜什么的。可是呢刘阿姨过去这么长时间了，除了刚过去1个月给了300块钱，后面呢真的是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个生活费的一个事情，全是刘阿姨呢自己掏这个养老金啊，就是维持日常家里面的一个开支。然后刘阿姨呢在那边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一个人，说实话呢即使呢有一肚子的一个委屈，也不知道也没有人可以说啊。老家的亲戚这边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以为呢他在上海那边过得有多幸福，他的儿子有多孝顺，完全是把他接过去是享福的。可是呢他现在真的是越过越委屈，越想越委屈啊。我妈真的是给他打电话打了将近1个小时，他再也忍不住，就是一直在电话那头在哭，不停的在说，不停的在唠叨啊。大家说实话，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啃老的一个现象？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是怎么了，都这么自私，纯粹是把自己的父母当成了免费的一个保姆，就算是保姆也不能这么用这么对待吗？真的是太让人气愤了啊！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多多留言，多多讨论。